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的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该喂奶了，你们孩子给我吧。阿姨，冰箱里有我吸出来存的奶，你拿给我妈。你奶水不多，自己的娃才勉强够，怎么还给吸出来了呢？先让大孙子吃吧。妈，您最近情绪不好，下奶难，你先让他吃吧，拿过去啊。行。哎，兰姐，来上班了。对，哎，今天情况怎么样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千古奇观，这儿媳妇跟婆婆一起生孩子，还被安排在了同一个病房呢。这么厉害！我天！哎，这小叔跟自己亲侄儿一起长大，不知道的人家还以为是亲兄弟呢。是，所以我说这48岁了，生什么孩子啊？有的奶都没了，丢死人了！瞧，说什么呢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杜医生能不能不要这么凶啊？你们活干完了吗？在这胡说八道。怎么说话呢？谁胡说八道啊？连个护工都做不好，没见识还要嚼舌根，不想干趁早走人。你有见识，但你没人要，说话这么难听，怪不得吕俊孝不要你呢。李金霄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们分个手，连新来的护工都知道了，你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吗？新来的护工，就是平时老给你热饭的那个护工，素质太低了，在背后说患者的是非，被我撞见了，就嘲笑我说是你不要我，你到底跟别人说了什么？素质低的人，对，就是这个素质低的人，每周都给你打电话问你吃的好不好，穿的好不好，就是这个素质低的人，每天用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每个月往你家里寄土特产，就是这个素质低的人，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之后，自己在家里哭了几天几夜，后来跑出去拼命挣钱，又跑回来问我，说你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穷才不跟我好呀？杜迪，你还有心吗？就是你嘴里这个低素质的人，他给你打了几年电话，你也不是没有见过他的照片，而他现在在这儿工作了1个多月了，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听不出来，她是我姐姐吗？我已经跟我姐姐说了，她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。当然，分手嘛，很正常，我也不会去跟别人乱讲。倒不是因为我要脸，而是我觉得，我跟你谈过恋爱，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儿。怎么啦？哎，这垃圾桶不小心弄翻了。吴医生，你可不能做这个，一会儿你这衣服脏了还得消毒呢。没事儿。
想不到你这么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女医生，还帮我们干这种事儿。这有什么的？你也经常帮我呀。谢谢你哈。姐姐，这个桶还好，尤其那个，里面可都是医疗垃圾，千万注意，很危险，你可千万要小心点儿。我懂的。学得真快呀！那我走了啊。姐姐，对不起。你可别叫我姐姐，我受不起。我这种没文化、没见识的人，怎么配当你这种大医生的姐姐呢？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会来。那你知道我会来，又怎样？你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人，总归就是瞧不起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你一直都那么照顾我，还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。谁稀罕你这一顿饭呀？真的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原谅，我做不到。我觉得我弟这辈子最倒霉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追了你，没追吴医生。发什么呆呢？没事。你今天不太对劲呀，怎么了？偷看什么呢？你看什么？我看。师姐，你脾气硬也就算了，怎么头还这么硬？怪我呀？你躲什么？怪我，怪我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入院了。是吗？孩子的发育情况怎么样？王主任说挺好的，院里给胎儿进行了大脑检查，结果显示胎儿的畸形被逆转了，大脑后部也恢复到正常的外观。看来冯远航的宫内手术还是很成功的。说了什么时候生吗？明天下午剖宫产。太好了，幸亏当时劝他保住了。生命指征正常，手术时间16点整。准备出孩子了。1分钟评分7分，很不错。老婆，你说咱是不是被医生给骗了呀？怎么说？这孩子身上疤这么大，那也不知道脑子有没有问题啊？哎，之前那个医生是说脊柱裂这个病根本没办法完全治愈，对吧？啊，咱现在孩子就是小，你看不出来，那谁知道长大了有什么毛病呢？我之前在那个网上论坛也查了查。很多查出来脊柱裂的孩子，那几乎都已经产了。那你说，怎么就这家医院想方设法的劝咱做手术？你说是想坑咱手术费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阿姨啊，你在这儿孩子见得多，能不能看看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健康？你帮我看看，看，来。这健不健康的，我哪敢说呀？没事，
你看出什么你就说呗。这确实蜡黄蜡黄的，不像有些别人家的孩子吧，白白胖胖的。老婆，你看着没？人家外人一眼就看出来咱孩子不对劲儿，咱肯定是被骗了。我一个朋友说，这宫内手术完全不用做，那大夫就是为了练手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先收拾去。你们陪家属出去吧。小弟，在家怎么跟你说的？李医生，我听武南他们说，可能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他们要干嘛？具体我也不清楚。那你操什么心啊？孩子都帮他们救下来了，还能怎么样？说的也是，他们总不能把自己孩子给扔了，对吧？哎，你吃饭没啊？这食堂都没饭了，要不我去给你买点吧？不用，办公室有盒饭。哎呀，那盒饭早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吧。哪有护工给医生热饭的？这让人家看见了怎么办？你就别管这些了。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别在医院干了。怎么了，李医生？没事，走，我们去吃口饭。好。你还不走？我走，我走。这个护工好奇怪啊，是不是不好用啊？不好用，和他们领导说赶紧换掉。没事儿，新来的有些问题不懂，就多问了几嘴。主任查房了。主任，你慢点。刘主任。哦。你们回去吧。身体没有不适吧？啊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恭喜刘主任康复啊，重回工作岗位。谢谢。田主任特意到我办公室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来问候问候您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就是旧楼床位分配的事儿。医院不是定了给神外40%，给妇产科30%，还有底楼那30%给肝胆。这不听说刘主任一回来，要全部床位，绝不让步。这个我觉得有点儿。神外最近争取了一个国家级别的实验室里，我的床位确实是不够用。我知道，这困难呐，谁都有，啊，不都得克服吗？现在生2胎的高龄产妇越来越多，住院的时间也在延长，病例的复杂性也很高。我们妇产科的病房呢，使用周转率又低，又得担负起孕产妇的安全的重任。老实话啊，您把床位全都给我，我都不够用，30%已经很退让了。咱们都是同事，是不是各让一步？而且肝胆呢，刚救了您一命，您就把人家30%全收了，这于情于理不太合适。哎，一码归一码，啊，不错，是救了我一条命，但是我人前背后，我用各种表达方式已经表达了我的感激和感谢。那对于我们科室的利益，我该争的还是要争。得，就是不让呗。不让。那我只好跟院里努力争取了。科研也是咱们医院重要的竞争指标。我听说张主任走了以后，你们几个大的科研项目现在都处于停摆状态。
那既然如此，你们让一让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您说那些项目，马上就能成型。我现在正在跟约翰霍普纽斯大学实验室谈合作呢。对了，牵线的是贵公子，他现在在妇产科做规培生，工作非常的努力，非常刻苦。你说什么？哟，这事您不知道？嘿，这孩子也不跟您说一声。我这项目如果拿下来的话，这床位是谁的，还真就不一定了。但是我建议啊，刘主任，同事之间啊，别太毒，大家都是为了医院好，我们应该互相尊重，互相礼让。您说是不是这道理？我先走了啊。去。你说吧，需要多少钱你才肯回去？哼，你笑什么？这么多年，不管我闯什么样的祸，你都是给钱。你以为我在撒娇吗？你不要以为你在妇产科工作，就能够起到气我的作用。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。你的导师是一个世界顶级的基因科学家，他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难道是让你来接生的吗？我倒没觉得接生这个事情有多低下，难道你觉得？巧舌如簧。一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，他培养的每一个学生，都是为了医学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你不要辜负了他的心血。你倒挺为他着想。哎，我看你做个父亲不太行，做个老师可能还是合格的。哼，明天就走。我不走，我正式决定留在妇产科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最开始来这儿，的确是为了我妈妈的医务，顺便为了气你。但我现在在妇产科，每天迎接一个一个小的生命，帮助一个一个母亲迎接他们的孩子，我体会到了作为临床的价值跟意义。还有就是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会懂。反正我决定留下来。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像个人样？像你吗？像你一样让老婆自杀，把儿子扔在国外？如果你觉得这是人干的事儿，我觉得我宁愿不像个人样。你刚刚不应该跟他说话那么狠。一向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的林医生，现在怎么这么啰嗦？你以为我愿意管你？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，有的东西你不珍惜，有一天失去了，你感到后悔莫及。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武南夫妇出院了？不是，林念白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没说什么呀，说恢复的挺好啊。武南夫妇丢下孩子走了，住院费都没交。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武南夫妇跑了，丢下孩子。好容易保下来的孩子，心太狠了。有的人想生孩子生不了，他们可倒好，生下来孩子自己不要。遗弃婴儿的事儿处理怎么样了？已经报警了，警方那边希望我们先照顾好孩子，确保他的生命安全。院里的宣传科呢也联系了媒体，会先发一轮报道，给他们施加一点舆论压力。是这样的哈，院里的规定呢，如果患者跑了没有付医药费，那么负责医生要付一半，剩余的一半呢由科室里所有的人来公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月大家的奖金应该都会减少了。
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病人跑了，倒霉的都是医生。现在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其实这个婴儿是很健康的，他不需要治疗，那没理由让他在新生儿科那边一直占着床位的资源。但是科里呢又抽不出人手来喂养照顾他，新生儿科那边问我们该怎么办。问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？我还得给他找个临时妈妈，责任重大，我哪儿给他找去？找谁行啊？找我。找你？你一个医生，哪有时间带孩子？有啊，我有时间。我白天的时候上班，我可以把孩子带到医院来，晚上回家我就把孩子带回去照顾，我保证把孩子照顾得健健康康的。我觉得可以啊。我觉得不可以。聪瑞是医生，让他照顾最合适了，还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。万一以后有人追究起这个孩子的健康问题，也没有什么漏洞。你觉得可以？嗯。大家觉得呢？我觉得行，很好啊，好，那你来照顾这个孩子。那我要告诉你啊，你要严格的按照护士的工作流程来照顾这个孩子，尤其是饮食、消毒一定要科学，这个孩子不能出一点问题。田主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孩子。好。你看小葫芦多可爱呀！他不是小葫芦。我知道他不是啊，这不是现成的名字吗？懒得起了。这个时候的宝宝呀，应该给他起个名字，让他对自我身份认同。那你给他换个名字。明天我想想吧。他还要再喂一次奶。你先睡去吧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门铃铛。师姐，那这个孩子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出院了？嗯，在保温箱里养了1个月，正好产妇也恢复了，母子一起出院。杜弟，你要是不忙的话，有事想跟你聊一下。你先去给产妇办理出院手续吧。嗯，好。来看哪个孩子？早产10周，产妇还切除了子宫那个。哦，那个孩子1个月之内体重增加了1000克，生命力很顽强。你找我不会是想跟我聊病历吧？我是想跟你聊聪瑞和那个孩子的事儿。怎么了？聪瑞出什么问题了？是不是照顾孩子太辛苦了？我就说他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顾孩子，身体怎么吃得消？不是，他现在开心得很，把孩子照顾得很好，但就是因为太开心，照顾太好了，这不正常。自从他流产以来，我一直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。他先是把孩子的东西拿给猫用，抱着猫睡觉，然后把别人的孩子接回家，起个自己孩子的名字。我觉得这就是在移情，可是别人的孩子终究是别人的孩子，在法律意义上，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。迟早有一天，他要让出监护人的位置，我怕到时候，他会再经历一次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他会彻底崩溃的。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呢？毕竟他流产的事情跟我有关，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原谅我，我有什么资格去劝他，让他接受失去孩子的打击呢？反倒是你作为丈夫，跟他朝夕相处，你也知道他最想要个孩子，那是不是早一点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？你能从这个角度去劝他吗？好，那等他身体恢复了再说吧。王主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一会儿了，没忍心打扰你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之前约的媒体都到了，
把孩子抱出去吧。要我说呀，还找他们夫妻干嘛呢？当初是他们狠心把孩子抛下来，即便我们曝光了，也不会回来的。孩子终究还是需要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不然以后怎么办呢？赶紧过去吧。现在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跟医院联系啊？还没有。作为妇产科的主任，我想跟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说一下，这个孩子呢，我们医院一直在照顾着。他的手术疤痕呢也已经恢复了，然后他的体重也一直在增加，能吃能喝。之前他的父母认为他的手术会影响到这个孩子，其实并不会的。我们医院呢也专门找了一名女医生去照顾这个孩子，为的就是确保这个孩子的绝对健康。看我们小葫芦多可爱呀！你给他起名叫小葫芦啊？对，我希望他像葫芦娃一样，又可爱又强壮，又聪明。小葫芦的爸爸妈妈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小葫芦现在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健康了，但是他还没有见到他的亲生父母，希望你们能早日跟医院取得联系，一家人团聚。好可爱呀！哎，要是小葫芦的亲生父母一直不回来怎么办呀？你们帮着养几天还行，总不能一直养着吧？一直养着也行啊，实在不行就收养吧。你真的是太伟大了，但是还是希望孩子的亲生父母能早日觉悟，不然等孩子长大了，知道他爸爸妈妈是那个样子的，他得有多难过呀！希望吧。贝贝哥，早上好。你跟你爸道歉了吗？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他不尊重我的选择，也就得不到我的尊重。你就闹着吧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李医生，刘医生，你们还不知道呢。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，那怎么了？这么多人？那个逃跑的武男回来要孩子了，正跟杜医生吵架呢。啊？凭什么？我是孩子亲妈，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，你有什么资格当妈？谁说我扔下孩子不管了？我就是出去散了个心。我生个孩子做2次手术，还不许我休息一下了？欠了3万多块钱的医疗费，扔下孩子1个月。你这心散得够潇洒，不就是3万块吗？我付。现在请你们把孩子还给我。好，那就请你们现在就去把医疗费交清。父母要负责任的。不是你们找了媒体，天天喊我们过来吗？我们来了。我女儿呢？对，我女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说话呀！你们领导呢？把你们领导喊来。把你们领导叫来。来了，领导来了。你谁呀？你什么领导？先等等，先让我看看这不要孩子的人长什么样。哎，你欠揍是吧？哎呀，我也觉得我欠揍。你们也不想想，领导怎么会在住院部的医生办公室呢？去行政楼啊，在这瞎叫唤有什么用啊？行，你们等着，我女儿要但凡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让你们偿命。小伟，咱走。去吧，有什么事儿跟领导说啊，别来烦我们小医生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？当初是他们2个丢下孩子自己跑了，连块尿不湿都没给孩子留，现在呢又来演这一出，简直是模范夫妻，感天动地。这很正常，因为他们很难再有孩子了。为什么？武男老公有弱精症，这个孩子是他们做了很多次试管才怀上的。这段时间，他们应该是去其他的医院重新做检查了，也发现了以后怀孕只会更难。再加上新闻报道都说这孩子挺健康的，所以他们才回来了。嗨，要是他们以后能对这孩子好，也挺好。不过有一个人，恐怕会更难熬。他不会把孩子交给这样的父母的。我是不会把小葫芦还给这种父母的。小吴，我这劝了你1个多小时了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你还是听不懂是吗？这孩子是人家的，不是你的，你只是代科室照顾这个孩子，现在也不过是让你把这孩子还给人家，这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，跟你没关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不还。哎呦，田主任，别急。从瑞，我知道你心疼这个孩子，
觉得他的父母不靠谱，但你别担心，这个孩子应该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了，以后无论怎么样，他们都会对他好的。弱精症谁说得清楚？万一哪一年又产出一颗强壮的奶囊，那小葫芦面临的就是再一次被抛弃。这种自私自利、无情无义的人，他们不配当小葫芦的父母。毕竟有血缘关系，血浓于水。这种话呀，都是骗善良的人的。黄主任，我看您也别说了，这孩子油盐不进，直接报警吧。自家人报什么警啊？哦，上个月还接受媒体采访，说什么优秀的爱心医生，这个月就报警把人抓了，想什么呢？那怎么办？怎么让他把孩子还给人家？别说了，我已经找律师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把这个孩子保住。我要告他们。我们没有遗弃孩子，我们只是到处去找亲戚，去凑医药费了。你说这孩子不交医药费，他们会让我们把孩子带走吗？不会。可现在我们凑够医药费了，他们又说不能把孩子还给我们了，这是赤裸裸的绑架。生进医院，你们还我孩子！还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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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！卢医生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冯律师。哦，你好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孩子有点吵，最近有点不太舒服。你能听到我说话吧？没有关系，你能听清楚就行。那个，我们的官司能打赢吗？我只能说非常不乐观。孩子的父母现在已经付清了医药费，而且否认他们遗弃了孩子。无论是从民政部门的认定，还是从法律角度的认定，孩子都不能算是孤儿。更何况你和你丈夫也不符合领养的规定。即使孩子是孤儿，你们俩也得不到孩子的监护权。明明是他们遗弃孩子的，他们遗弃了1个月，这是事实。我们医院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连号码都换了，这不是遗弃是什么？吴医生，是这样的，从情感和道德的角度，我是支持你的。但是这场官司很可能会耗资巨大，而且没有好的结果。现在社会舆论也不是完全倒向医院这一边的。五男夫妻现在声称医院是过度医疗，说他们的孩子啊本来可以不做宫内手术的，是医生为了增加自己的名气才规劝他们做的这个手术。他们放屁！当时不救孩子，孩子就死了。我们跟他们讲得很清楚。医疗纠纷更麻烦，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。我还是建议你啊，跟他们和解。我不可能和解，这场官司我肯定要打赢的。你要是打不赢，我就换律师。你冷静一点，我很理解你的心情。你怎么可能理解我？宝宝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宝宝。没你看你的，妈妈肯定。妈妈说什么也要把你留在身边，谁也拿不走。
你们是来劝我把孩子还回去的吗？冯远航被院里批评了，田主任告诉我，如果你不把孩子还回去，你们夫妻2个人都要被开除，还要负刑事责任。他也是没办法，院长逼着他回家去抱孩子，结果大队人马一到你们家，发现你不在，他们当时就要报警，冯远航就赶紧给我打电话，我跟他说，我跟你在外面散心，很快就回去，然后他就跟我一起来找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你有心事就一定会躲到奶奶留下的祖宅这边。这些年你把这里打理得很干净，前一阵子你不还问我，是不是要把这里租出去，不然放着怪浪费的。看我放刀放闺蜜。我不是来劝你的，我也觉得孩子不能还给他们。这么多天了，只有你是站到我的角度上为我着想，谢谢你。其实我很内疚，我觉得你这么执着把孩子留下，是因为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从蕊，小葫芦虽然可怜，但他毕竟不是你亲生的。你真的觉得他可以填补你内心的缺口吗？没有什么缺口不缺口的，我就是不想孩子被不负责任的人带走。你等我一下。搞定了。你到底要让这种状况持续到什么时候？我能怎么办？你怎么就不能明确的告诉他，你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孩子？你明知道他的状态不对，找这个人找那个人，结果自己一点努力都不做。我们不一定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是你严谨，但现在不是搞科研，讲人情人性，你就不能稍微不那么严谨吗？你希望看着他被开除，然后被网友口诛笔伐，最后失去这个孩子，你就不能稍微含糊一点吗？这不是含糊不含糊的事儿。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他最终都会失去这个孩子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严谨吗？这个逻辑很严谨。轮番来劝呀，车轮战吗？从蕊，你什么？你怕被开除？我不想养别人的孩子，我们尽快有自己的孩子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不是不要抢别人孩子，是我看到他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，我很想做妈妈。我们的孩子真的很可怜，这个孩子也很可怜，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想要孩子的人要不了，而生了孩子的人不珍惜。你替这个孩子的父母说声对不起，要不你当他干妈吧，你可以监督孩子的爸妈，做个好父母，怎么样？你一定要记住，长大以后做一个幸福的人，一个不依靠男人的人。
吴医生，吴医生，把孩子给他们吧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有几件事要嘱咐你们一下。孩子的嗓子眼儿比较小，喝奶的时候比较慢。喂奶的时候要特别有耐心，喂完之后也要拍很久的嗝。他最近的食量会比较大，喝的又慢，所以喂他奶的时候要特别有耐心，中间的间隔的时间要比平时短。知道了。他最近有点着凉了，虽没说发烧吧，但是他睡觉总是睡不安稳。房间里面室内一定要注意温度，不能太热了，要不然他头上会起疹子，但也不能太冷，他睡觉的时候会闹腾。还有，他对一些牌子的润肤乳是过敏的，所以有的牌子是不能用。我都给他写在一个本本上了。他喜欢洗澡，喜欢抹香香，喜欢睡觉的时候抓着妈妈的头发。妈妈？哦，不是，